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就在本周四昨天晚间，道琼斯工业指数突然上涨了1.26%。那么这里的上涨呢，让道琼斯工业指数重新回到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早在6月2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我指出了这里的悟空阳线是多头趋势的一个标志性的 K 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但是走到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之后呢，美国加息的预期重新恢复了就是它本身呢这个加息预期停止了，但是鲍威尔鹰派言论让这个加息恢复了之后呢，行情出现了一个回打动作。回打动作呢，我们认为它处在一个八节阳线的势力范围，并且没有跌破八节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多头趋势依旧存在。所以呢，昨天晚间我提出了这个沙僧阳线是有可能恢复过来的。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之后，上方就可能走出唐僧阳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上方的位置位于34000点这个区域上，已经形成了44等位置的波峰。44等位置波峰符合了江恩的44等位置波峰法则，因此呢，在继续上行之后，很快我们可能会面临美股重新启动牛市，出现新高的可能性。那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涨幅度非常小从低点到高点振幅也就3%到4%左右。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早在6月5日就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走出了一个八节阴线。那么八节阴线没有被上涨行情吞没之前，它的反弹趋势依旧较弱。同时呢，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上方存在小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位于$25,700附近的一个压力，同时呢，这条压力线也是日线级别由最近的5月中旬的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了一个压力。因此呢，对于小日线级别的$25,700这个位置上是存在压力的。只有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继续上行，才能够拖动比特币出现持续的上涨。但昨天大涨之后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快速回调的概率是增加的，因为我们看到每次大涨之后，道指呢往往出现一定的回调，特别是在目前接近前高的这个位置上出现回踩的概率非常大。因此呢，在短期内我认为比特币走出独立行情的概率是较小的特别是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大涨，但比特币的涨幅仅仅是跟随效应。因此呢，对于比特币来说，我们认为它目前仅是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反弹那这个反弹呢，主要是围绕6月14日的这个八节阴线展开的，也是一个干扰性 K 线。这个干扰性 K 线呢，只有出现更大一个阳线之后，它才能转正为行情有可能重新启动的一个标志。这个启动呢，指的是多头方向的启动。那么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组织后，那么当前的从昨天到今天的这两根 K 线还仅仅是干扰性 K 线，也就是说空头方向对八节阴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那么下方呢，依然有可能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对于日线级别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下跌趋势。那周线级别上看到4月17日走出悟空阴线之后，目前处在八节阴线和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那如果这轮下跌能够构成周线级别下跌细游的话，那么给出呢目标点位是在$22,000。同时呢，$22,000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线所在的位置。这条支撑线呢，源自20年7月份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同时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依然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处于一个相对的弱势。这种弱势呢，是因为上方有日线级别压力线。我们看到波峰连线构成的压力线在这个位置上起到了一个压制作用，将0.07附近的它是一个比值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比值将0.07附近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比值直接打压了下来。那么在形成日线级别下跌细游之后，它甚至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游。那么目前对于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游来说，我们认为3月13日的这根阴线是标志性的阴线，目前处在这个标志性阴线势力范围。那么下方就有可能持续的下跌，最终呢形成平行于前面下跌趋势的一个三角形结构。因此呢，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来说，从周线和日线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领跌的。
那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上来看，我们看到啊，它非常明显的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啊，周线级别悟空阴线、8级阴线，目前本周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下方到达箱体底边线的目标点位呢是在$1500附近，到达1500将会出现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唐僧阴线。那么本周呢，它正在走沙僧阴线。那么在日线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在6月10日走出了悟空阴线，然后走8级阴线，8级阴线，那么面临昨天和今天的一个非常小幅的反弹，我们目前认为它是一个干扰性 K 线。那么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下方呢依然会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那么今天很多这种前面涨幅非常巨大、调整非常多的币种开始了一个启动现象。那这种启动现象的时间级别呢，我们认为是小日线级别。那么在这个 CFX 的行情当中，就看到了这轮小日线级别的反弹。那么目前它的反弹已经成功回补了前面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筹码空缺区。那么在成功回补之后，我们看到仍然有继续向上的一个需求。这种需求呢是在小日线级别50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并且 K 线战胜了169日均线之后发生的注意看这里是小日线级别，那么我们就可以把144日均线0.18甚至止损之后现货在这里面布局。那么行情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 CFX 它的一个结构目前已经进入到了黄金位什么叫黄金位呢？这里面我们要非常重点的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这条线呢就是波谷连线。我们看到这条波谷连线并不是完全水平的，虽然它是方向偏下，但是呢我们看到焦点位是在0.26，目前从焦点位这个黑洞发动了一轮下跌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那么当前的这个位置上就是一个黄金坑，在黄金坑的低位这个位置，同时呢它的多头趋势在小日线这个级别上出现了一定的发展，一定的发育，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在这个位置上布局一定的仓位。虽然对于比特币和以太坊是一个空头的一个趋势，但保不齐 CFX 出现一轮反弹行情。如果能够最终出现反弹行情，那么它回补到$0.22附近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在0.22到0.165这个区间上，我们看到一个急速的下跌，急速下跌就可能出现对称性的回补动作，回补动作一旦完成，在底部埋伏的筹码将要获得利润。那么有着同样结构的 IN 钩也出现了这种现象。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它跌破了一个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为什么不往下跌了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到了144日均线这个黄色线构成了一个支撑，因此呢它的震荡区间是在5.4到6.0美金之间。在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当中，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被5日均线和10日均线发动了一轮突破，那么这个位置上就有出现多头的可能性。如果出现多头行情，那么它的压力位是在6.22这个位置上这个蓝线形成了一个压力线这个位置上。那么如果能够站上0.22之后，它的上涨空间将要被打开，它的上涨的时间级别呢可能会发生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目标点位呢给出在6.7美金，这个位置呢是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那么通过刚才提到了 IN 钩和 CFX， 我们看到我很多时候就把这个 K 线系统简单化了。那么对于 UNI 来说，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看到红色线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在这个焦点位附近变盘区域发生了跌落，跌落之后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同时下方非常接近前低，因此呢在4美金附近是一个布局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布局之后呢，我们认为焦点位是有一个黑洞效应，黑洞如果 K 线在上方，在黑洞上方可能会被打下来，那么 K 线在黑洞下方可能会被吸上去因此呢，对于黄金坑位置的 UNI 目前处在一个相对的强势。那么这种强势呢，在昨天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在以太坊 BNB 出现狂跌的时候，我们看到 UNI 几乎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因此呢，在行情当中不止可以做的是强势币种，对于这种非常弱势的跌破之后进入黄金坑的币种也是可以重点关注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右上角找到购买链接。感谢大家，再见。